你可以看到意大利或欧洲或美国的状况，看起来那个散播之快，难道他们都不测体温吗？最近有很多的公共卫生学家说，那些症状可能不是你们当初整理出来，像 WHO 世界卫生组给我们看的那个模样。大家平安，我是黄聪宁医师，欢迎来到人人都能理解的新冠病毒麻瓜课第3堂课。前面2堂我告诉大家新冠病毒的前世今生，然后也了解了新冠病毒跟流感病毒的不同处。今天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得了？有什么症状我可以警觉呢？大家在网络上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归纳出来的症状，就是新冠病毒的人，你只要87.9%会发烧，67.7%会咳嗽，然后有38.1%会感觉疲惫，甚至有一些肌肉酸痛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会跟你讲说，你如果有上述的症状，你就要怀疑你自己是这个新冠肺炎感染的这个病人哈。不过如果你这样去医院，医生也不会第一时间就说你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些症状实在太没有鉴别性了。所谓的没有鉴别性，就是它跟其他的病毒感染都长一样。如果你今天得到流感，也是刚刚那些症状；你得到腺病毒，可能也很类似。所以我们还会特别的去问我们现在医界常常流行的4个字，叫 TOCC。T 就是 travel， 就是旅游史；O 就是 occupation， 就是职业史。另外2个 C 分别就是 contact history 跟 cluster， 就是你接触史跟群聚史。TOCC， 所以你去看诊医生一定先叫你插健保卡，为什么？要去看你有没有旅游史嘛。插上去有旅游史先把 N95 啊面罩先戴一戴，这很合理嘛，因为你有旅游史，然后又有刚才讲发烧咳嗽的症状，这个的确就要小心一点。那职业别，比如说你是医护人员，像我们现在医护人员已经很明确的说，你如果有发烧不可以上班，而且你一定要这个通报跟采检，因为医护人员这个职业毕竟是比较高风险的。那接触史就不用讲了，如果你有接触确诊个案，你根本不应该来看病，你应该在家居家隔离才对啊！就接触史很重要。那我们常常在这个诊间碰到接触史是比较间接的比如说我碰到有一个接触史，他是说他爸爸在居家检疫，因为他从国外回来，那妈妈每天呢就是送餐去给爸爸。他们有接触1小时，但是那1小时没有犯规，没有拥抱没有，妈妈有做好自己的保护结果小孩发烧，所以这个有点远就是已经完全不符合通报的条件。但是当这个小孩有症状，妈妈也说我也有点感冒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还是把它当作是有接触史来处理，虽然他们都不符合我们现在所这个通报的这个个案的范围，我们医生可以主动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筛检。那群聚就很简单了，像刚刚讲这个妈妈跟小孩2个以上就叫群聚，一个家庭里面有2个人以上就叫群聚，甚至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学校的同学，超过3个人，都在类似的时间点都有这个感冒的症状或发烧的症状，我们也会警觉去通报，即便我们都问不出他们有出国的这个病史。所以你有上述这些症状，再加上这个 TOCC 4个字，医生会帮你判断你像或不像这个新冠肺炎的感染者。但是如果有上我们前面2堂课的这个听众，你应该会记得一件事情，我说当初 SARS 之所以会被困住，最后消灭，是因为发烧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很容易借由发烧的筛检，就把这群病人把他们隔离住。但是按照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表格，新冠病毒的感染者87.9%都有发烧症状，那理论上应该跟 SARS 一样，很好就框住啊。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可以借由这种发烧筛检或者是这个体温的监测，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通这个居家的隔离，或者是在医院里面隔离啦。可是你可以看到意大利或欧洲或美国的状况，看起来那个散播之快，难道他们都不测体温吗？所以就已经最近有很多的公共卫生学家说，那些症状可能不是你们当初整理出来，像 WHO 世界卫生组给我们看的那个模样。我看有很多根本没有发烧，所以最近有一篇新的研究是日本的自卫队中央病院所发表的，它针对104名钻石公主号上面的病人，然后去看看他们之后症状的发展。我们要了解钻石公主号是一个最容易了解新冠病毒的症状的一个场合，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得被验嘛，哪都去不了嘛，有阳性都得隔离，所以他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整体的症状的表现。结果让很多人惊讶，31.7%是几乎没有症状的。
有发烧的人只有32.7%，也就是有2/3的人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烧，有1/3的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症状，轻症占80%，2成的人进展到就是需要呼吸的治疗，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点。那因为我们知道钻石公主号上面老人比较多嘛，所以2成的人比较需要呼吸氧气的治疗，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前面那个没有症状的人的人数之多啊，没有发烧的人数的比例之高，哇，让我们终于了解，其实刚才讲的那一章说87.9%有发烧，是过于高估了。我相信有很多人得到新冠病毒，他是不晓得自己得到的。那这些感染者当中，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其他一些不常被提到的症状，比如说拉肚子的人大概占10%，流鼻涕的人大概占24%，这比例都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还要更高。而且在这艘船上面的追踪者，我们也发现有些轻症的人，渐渐会转重症的时间点，大概都在第7到第10天，也就是前面7天他会觉得自己好好的，7到10天他开始急转直下。大家如果有听我上一堂课，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这些人身上一直找不到有效的抗体之后，他在第7天之后就崩盘。那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有在看篮球的人应该都知道，篮球员 Rudy Gobert 这个中锋，他不是得了冠状病毒、新冠病毒，然后导致 NBA 就停赛了吗？他最近在 Twitter 上面就发说，我更新一下我的近况哦，我发现我最近都闻不到东西，然后尝东西都没有味道，有人跟我一样症状的吗？但这个嗅觉的丧失跟这个味觉的丧失，到底在新冠病毒感染者是大宗吗？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人就开始传说，所以你要分辨你是不是得到新冠病毒的话，你只要看看你闻不闻得到，尝不尝得有味道就知道了，但这是错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研究告诉我们，冠状病毒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产生，而新冠病毒的这个个案当中，之前有一篇研究，5%的人会有闻不到，或5%有味觉丧失的状态。那能不能恢复？大部分的人能恢复，但的确有少部分的人这辈子就不太会恢复了，所以蛮可怜的，就表示他的这个神经是已经被这个病毒破坏。但我祝福这个 Rudy Gobert 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味觉跟嗅觉能够恢复了哈。所以从上述的研究让大家知道，你要判别自己感染 COVID-19， 自己感染新冠病毒难上加难，包括连医生可能都会漏掉。那有些人就会讲了，为什么我们不大规模的筛检？指的南韩，你看人家筛检这么多，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的社区全部筛检呢？这件事情解释起来有点困难，但是我试图让大家了解一下，大规模筛检的前提是你的盛行率要高到某一个程度，你才会做大规模筛检。盛行率太低的地区，像台湾，我们盛行率没有那么高的状况下，大规模筛检其实是不利的。你可能说哪有这种事？我画一张图给你看，你就知道了。假设这个病在这1000人里面盛行率是1/1000，OK， 所以这1000人里面有1个人是真正生病的人。那我们把这1000人通通都筛检了，你知道所有的检查都一定有伪阴性，也有伪阳性。伪阳性就是明明没病被你筛出来。假设这个检查很棒，99.9%是准的，99.9%是准的，就是有1/1000是错的嘛，有1/1000的伪阳性，所以你会抓到1个人，他是没有病，但是被你验到阳性，然后他就吓得半死了啊。所以在这1000人当中，有1个真正生病的被你找出来，有1个没有生病的人被你找出来，但这2个人最后都进到了资源非常珍贵的隔离病房，所以在一个隔离病房里面，有1半住了有病的人，1半住了没病的人，而这没病的人要2采阴、3采阴，他才能出院，然后就要浪费护理资源、医疗资源，每天就要浪费隔离衣、防护衣、N95，就是为了让这个人能够安心的出院。所以盛行率低的地方是不适合大规模拆检的，因为大规模拆检会浪费掉当时的医疗资源，然后把未来所需要的医疗的这些资源通通耗在没有意义的人身上。那你可能问说，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台湾的盛行率不高呢？你又没有大规模筛检，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盛行率不高？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指标，就是病毒检验的阳性率。这是在我们陈建仁副总的脸书上面的一张图，你可以看到我们病毒的检验阳性率会正比于这个疾病的盛行率，而我们台湾目前病毒的检验阳性，就是我们筛多少个人可以筛到1个阳性的，大概是200人筛到1个，然后
那这个数字再跟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你就知道说，哦，那我大概盛行率在哪里？那南韩那个时候它的筛检阳性率很高，所以它可以全面的筛检。那现在的意大利的这个筛检阳性率更高，几乎5个人筛就1个人，那他也不用全面筛检，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这个试剂可以全面筛检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要全面筛检，就看我们筛检的这个病毒的检验的阳性率。如果渐渐200个人筛到1个，100个人筛到1个，50个人筛到1个，这个表示我们的盛行率在提高。那时候可能就会要进一步的去做比较大规模的筛检的动作了。所以今天这堂课的结论让大家知道，如果你有那些很典型的症状，又咳嗽又发烧又肌肉酸痛又全身无力的，然后你又有旅游史又有接触史的又有群聚史的，这一些人呢，大概你得到新冠病毒的几率就还蛮高，让医生去帮你做专业的判断。那其他人我们也必须认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判断自己有没有感染，所以在公共场合请戴上口罩，保护别人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希望今天这堂课大家很有收获。那下一堂课我会跟大家介绍，如果你有其他的身体不舒服的状况，现在适合去医院吗？还有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些疑似的症状，我应该担心吗？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病毒未来的走势。如果你不想错过我们这一期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新冠病毒麻瓜课程，就赶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